我阿爸就在那个盒子里。我下意识顺着他的话，看向供桌上的方盒，不可思议地说：“你父亲在盒子里。”说完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沈建清应该说的是骨灰。士迪苗寨讲究火葬，那必然会留下骨灰。外面火葬之后，要么会选择让逝者入土为安，要么则把骨灰抛洒进山川湖泊，总之是不会留在身边。听沈建清之前说的，士迪苗寨里应该是会把骨灰撒进河里，祈祷他日逝者能够顺着河流再次返回故乡。沈思源的骨灰却一直留在了吊脚楼里。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一阵恶寒，又替沈思源感到无奈和悲伤。你应该把他埋了，或者按照习俗撒进河里。沈建清上前去，很珍惜地擦拭了一遍骨灰盒，把它端端正正地摆放在供桌上，说：“我原本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我母亲舍不得。”沈建清低垂着眼睛，像是陷入到了某段回忆里。他接着说：“从我有记忆开始，我父亲就一直卧在床上，我很少见到他，因为他的屋子门总是关着，我母亲也不让我去打扰他。风还在不断从窗口灌进来，我感到有些冷，忍不住拉紧了领口。但我知道我父母肯定很相爱，因为我阿妈总爱给我讲她和阿爸的故事，讲她怎么救下失足落崖的阿爸，讲他们怎么一见钟情，讲阿爸专门搭了铁锁来与她相会。每次讲这些，阿妈的眼里就亮闪闪的，像是有星星在里面。沈建清顿了顿，转头很专注地看我，接着说：“我幼时不懂阿妈的心情，但现在好像渐渐明白了。”我透过沈建清乌黑的眸子，恍惚间已经看到了那个偏执又美丽的苗女。既然那么相爱，为什么不让你父亲自由出入，要把他关在吊脚楼里？沈建清说：“关？那不是关。父亲后来生病了，脑子出了些问题，总是容易乱跑迷路。我阿妈说，她很担心哪一天会再也看不到阿爸了，所以才会这样保护他。我阿妈临死都舍不得阿爸，所以要我把他的骨灰保存在家里，这样他以后回来，总还能再看看他。”光是听着这些，我就感受到窒息。虽然没有见过阿青和沈思源，也没有亲眼看到阿青做的事情，但仅是想想，我就有些同情沈思源了。原来爱真的会让人喘不过气。我说，这么舍不得分开，可他还是被独自埋进了墓地里。沈建清闻言，脸色一沉，从追忆变为阴冷。他说，当时我还小，熬不过他们，不过没关系，过不了多久。他的声音越来越低，后面的话我没有听清。说这些的时候，沈建清的神色很认真，绝对不是在编故事。在他从小到大，自母亲那里接受到的观念里，就是自己的父母是深爱着彼此的。但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这根本就是病态的占有欲和控制欲罢了。我忽然想到了很有名的罗生门的故事，明明同一个事情，或许还是一件并不复杂的事情，但从不同的人嘴巴里说出来，都会变得不同，甚至有的还会大相径庭。因为每个人都会带着自己的主观想法去说故事，会把所有的事情描述成自己想象的或者对自己有利的模样。所有人都会下意识为自己辩护，把自己美化起来。在阿青一遍又一遍告诉沈建清的故事里，他和沈思源彼此相爱，彼此保护。在婉莹的嘴里，沈思源却只是个关在笼中的可怜虫。究竟事情真相是怎么样？他们有没有真的相爱，或者相爱过？故事的主角们都已经逝世，答案也就随之死去，
无人可知了。但在这一刻，我忽然理解了沈建清所有的作为。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初的老师，人会不自觉模仿父母处事的方式。很多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、理解，就是基于父母的言传身教，其中也包括爱。但从来没有人教过沈建清应该怎么去爱一个人，怎么正常的、健康的去爱。他看到的爱，都是占有、偏执与强求，所以他也就这么去爱一个人。这太可怕了！狂风不断，似乎预示着大雨即将来临。在风中，沈建清走上前来，说：“你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？你觉得我很可怜？”我摇摇头，转移话题说：“没有，只是有点冷。”沈建清闻言，竟一把抱住了我，温暖的体温骤然从四面八方包裹住了我，把风隔绝在外。我听到沈建清的声音：“你可怜我也没关系，你最好一直可怜我，这样你就不忍心离开了。”这也是他从阿青那里学来的招数嘛。他总是一边示弱，又一边强势地拒绝所有他不喜欢的事情。我僵硬着身子，没有完全融入这个拥抱，但沈建清却不介意，很固执地环着我。我的余光忽然瞥见了供桌上那个曾经见过一次的古钟，心中一动，忍不住又问：“沈建清，那个是你的古钟吗？”沈建清回答：“是。”“那你会下蛊吗？”“呵呵。”沈建清轻轻笑了2声，呼吸喷洒在我的脸侧，有些黏腻潮湿。他说：“李玉泽，我不会下蛊。”“是吗？”这次的答案与之前一模一样，但我不再是之前那个容易上当受骗的李玉泽了。如果不会下蛊，那拿蛊钟来做什么？我心里自然是不相信的。日头渐渐西沉，太阳已经挂在了山头上，房间里狂风大作，好像真的有某个人会乘着风不期而至。我在沈建清怀里闷闷地说：“下去吧，天快黑了。”沈建清低低地了一声，意味不明，身体也没有动。我心中感到奇怪，只见他正垂头看着什么。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，原来我右脚脚踝上固定伤骨的木夹板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线绳崩断，夹板脱落了。现在木板正可笑地半挂在我的脚侧，展示着他的功德圆满。应该是刚刚沈建清带我上来的时候走得急，行动中我们都没有太注意，真是太大意了。沈建清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你的脚已经好了啊？”我赶紧解释道：“前几天还有些痛的，这2天恢复得比较好。”“那我们应该庆祝一下。”在我惴惴不安，不知道他有没有相信的时候，沈建清长眉舒展开，笑意直达眼底，好像真的在替我开心一样。我硬着头皮，怕他看出我一直在隐瞒病情，强自冷静地说：“庆祝，对，应该庆祝的。”沈建清兴奋起来，我迟疑着问：“怎么庆祝？”在大风中，沈建清的长发肆意飞舞，有的拂在脸上，他也毫不在意。他毫不思索，脱口道：“趁今天阿爸阿妈都在，我们就结婚吧。”他说什么？结婚？我以为我的耳朵出了问题，不然怎么会听到这么荒唐的事情？我眨了眨眼睛，有些茫然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沈建清坚定地看我，纤长的睫毛在眼睛下投出一片深情的阴影。他说：“我当然知道，我们今天就结婚，行不行？”我瞪大了眼睛，问：“你知不知道结婚的含义是什么？你还这么年轻，那不是小孩子做游戏。他还这么年轻，怎么可能会理解什么是婚姻呢？”沈建清说：“我一直以为我所做的一切已经足以说明我的心意了。李玉泽，
我到死也不会放手的，就像他母亲阿青那样吗？到死也不让沈思源的骨灰入土为安。可结婚不是一个人的一头热，而是要双方你情我愿，情意相通才可以。我愿意相信沈建清对我的灼热的情意不是作假。说实话，没有人面对这样炽热的心会不感动的，但感动是感动，爱是爱，结婚是结婚。我没有准备好结婚，更没有准备好和一个男人结婚。你不愿意吗？沈建清握着我的肩膀，我什么话都说不出口。你骗骗他吧。李玉泽心底有个声音在大喊，反正这里的一切都没有法律效益，骗骗他，这样你的日子也会好过一点。我知道从实际利益上来说，我应该回答愿意，但我就是说不出口，莫名的道德感束缚住了我。我总感觉我一旦回答愿意，就是真的给了沈建清什么承诺一样。见我迟迟不开口，沈建清兴奋激动的神情渐渐凉了下来，眼睛里的星星也熄灭了。他叹了口气，落寞地说：没关系，你今天不愿意也没关系的。顿了顿，他又补充道：是我没有考虑周到，没有糯米粑粑，没有仪式，没有芦笙，今天什么都没有准备，怎么可以草率的结婚呢？我闻言暂时松了口气，可这口气还没完全舒完，却听沈建清又说：但是你要补偿我。补偿？我又不欠他什么，但和立马就结婚这种荒唐事情比起来，补偿什么的也好像能够接受。你要什么补偿？沈建清上上下下打量我，沉吟片刻，忽然眼前一亮，双眸眯成了一条缝，唇间露出2排皓齿。看他灿然一笑，我就生出些不祥的预感。第41章暗室昏昏，风越刮越大，林子里温度骤降，树枝在大风下剧烈的摇动，发出沙沙沙的声响，树叶纷纷落下。一场大雨要来了。沈建清找我要补偿，而具体的补偿是什么，沈建清没有直接说，他急切地带我回到房间，留下一句你先等着，便反身而出。正当我摸不着头脑，又有些惴惴不安，怕他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的时候，他手里便拿着一件物实回来了。我定睛一看，那居然是我的相机。当时它被放在了我的背包里，我一直以为我的背包被留在了山洞，并没有被带走。遗憾包里有很多我的手记，担心会被野外的兽类给撕咬损毁了，没想到竟是落在了沈建清手里。我的东西都还在，终于有一件让我稍微觉得不那么倒霉的事情了。沈建清很得意，我都带回来了，替你保管着呢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很熟练地调试好相机，还对着我的方向比划着什么。我之前带了相机备用电池，为的是可以多在苗寨里拍摄一些素材，没想到现在却便宜了沈建清。沈建清调试好，才说：你穿苗服很好看，我一直想留一张照片，可你之前的脚伤，拍照片不方便。今天正好拜祭了阿妈，你的脚也好了。你说是不是很有缘分？不过是当时我随口说了句有缘分，没想到他却记到了现在。我并不知道他现在说的缘分从何谈起，但沈建清总有他的歪理，能把几件巧合或者毫无关联的事情扯到一起。夜幕逐渐降临，室内暗得可怕。沈建清点燃了蜡烛，昏黄的烛光把屋里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最后依偎在一起，营造出亲密的假象来。他站在光下，指挥着说：李玉泽，你就坐在那里。这个要求并不过分，我照着他的要求，坐到了床铺中央的位置。虽然感觉怪怪的，
毕竟哪里有人在床上拍照了。沈剑青嘴角含笑，白皙尖翘的下半张脸从相机的遮挡下露出来。他按动按键，咔咔咔的一连拍了好几张。你看看，怎么样？沈剑青拍好了，拿着相机凑过来，与我并肩坐在一起。屏幕里，暖黄的背景下，我一身苗服，表情冷肃。或许是我的表情太生硬，让暖黄色调的照片都透出几分寒意来。但不得不说，沈剑青是很聪明的，我只教过他一次，他便能够对相机操作自如。你都不笑。沈剑青看完照片，撒娇似的抱怨，我看到那些外面的人，每次拍照片都是要笑的，我拍照不爱笑。这个解释很牵强，但我着实笑不出来。不过你不笑也很好看。沈剑青说话的时候直视着我的眼睛，我们之间的距离很近，近到我可以看清他瞳孔里的我的倒影，近到我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到他眼里神色的细微变化。你不笑也很好看。沈剑青又低低地重复了一遍，但这一次他的嗓音压很沉，带着蛊惑人心的沙哑，而我们之间的距离还在被他不断刻意拉近。我想要后退，却腰背一紧，被他猛然揽住，也堵住了我所有后退的空间。一世幽悄，落针可闻，氛围却变得暧昧干燥。我急促地呼吸两口，像是渴水的鱼。他的影子投在了我的面前，把我完全笼罩在他的阴影里。在昏暗中，沈剑青强势而坚定地靠近我，他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脸上，温热而暧昧。沈剑青的眼神带有某种攻击性，但他的声音却是低软的，仿佛在祈求。李玉泽，玉泽阿哥。脑海里轰的一声，我的脸颊登时红透了。上一次我们这么亲密地靠在一起，我还发着烧，脑子不太清醒，但这一次我是完全清醒的，能够准确而完全地感知到他的用意。不，拒绝的话还没说完，他的唇就落了下来。我那些他不喜欢的话，他总有100种办法叫我说不出来。我想要偏过头，可他却更进一步，一手揽着我的腰，一手扶着我的后脖梗，不容我有丝毫躲避退缩的空间。他的气息很混乱，和我的混在一起，几乎像是喘息的二重奏。他的唇的触感是柔软的，有灵活的舌在轻轻舔舐我的嘴唇，想要寻找到一点点突破口，趁隙而入。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被人倒了1公斤浆糊在里面一样，全都粘住了，糊住了，混乱了。不知不觉间，沈剑青推着我倒进了柔软的床铺里。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伏在我身上，眼里全是黑沉沉的玉。我想到了那天在荒野里的暴行，熟悉的京剧又回来了。他额头上被我砸出来的伤疤已经痊愈，留下个浅红的印子，不仔细看很容易忽略掉。这几天与沈剑青平静的相处，差点让我忘了那些痛苦的回忆。说到底，我对这样的事情还是害怕排斥的。但沈剑青却慢慢把唇从我嘴上挪开，一路触碰着我的脸颊、脖子、耳根，带起片片燥热的酥麻，最后停在了我的耳边。李玉泽，玉泽阿哥，你还欠我一次。我瞪着眼睛，猛猛地问，欠你一次？别抵赖啊，我们是公平交易的。沈剑青探手来解我身上苗服的扣子，我一把按住他的手，他也不恼，低下头，竟轻轻吻在我的手指。我的手下意识颤抖躲闪，给了他可乘之机。难道你不难受吗？李玉泽，我们来试试吧。沈剑青又回到我耳边，一声声地蛊惑着，像个山野里吸人精魄的妖精，
你上次肯定不舒服，你忘掉它，我们重新来一次，这次会不一样的，我给你保证。玉泽阿哥，很多人都说，男人是感官动物，最容易被下半身支配。我曾经对这样的话嗤之以鼻，如果连自己的身体都掌控不好，又怎么掌控自己的人生？但此时此刻，我觉得我必须得收回我的草率判断了。我是个正常男人，在沈剑清这样的纠缠摩擦下，很难不生出些反应来。他也抓住了我的弱点，双手像蛇一样灵活，眼睛却眨了眨，里面全是笑意和欢喜。你看，你也是喜欢的，对吧？我抬眼对上了他的眼睛，在那黑色的瞳孔里看到了我自己清晰的影子。或许是现在的氛围实在太暧昧，让人神志昏沉，深陷难拔；或许是他的眼里有某种蛊惑人心的力量；或许就是他给我下了蛊。鬼使神差的，我抬起双臂，猛地勾住了沈剑清的脖子，这就像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信号。沈剑清从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笑，我竟然在里面听出了得意。疯就疯吧！在一片颠簸中，我闭上了眼睛，桌上的蜡烛还在孤零零地流着泪，被窗外的风一吹，烛火摇曳两下，最终熄灭了。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，床上只有我一个人。这个时候他倒守规矩，没有结婚便不能同室而眠。昨晚也不知道沈剑清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，总之在意识的最后，是他在黑暗中亮晶晶的眼睛和滴落在我鼻梁的一滴汗水。我动了动，发现身上很清爽，穿着一件罩衫，只是身后还是有些不舒服，一动就木木胀胀的，也说不上痛，但就是难受。我刚准备起来，房门外就响起铁锁打开的声音，然后是推门而入的沈剑清。他一见我，没说话，脸却鲜红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把他怎么样了呢。玉泽阿哥，这是我好早就起来熬的粥。我忍着不舒服，强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爬起来，接过了沈剑清递来的碗。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沈剑清，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昨晚的自己。当情欲落下，理智占据上风，再想想昨晚的一切，虽说没有懊悔，但我实在是难以接受被下半身支配的自己。如果之前我可以说是强迫，那昨晚又算是什么呢？轰隆隆！正在这时，天边一道闷雷炸响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喧腾的雨声。酝酿了一整晚的大雨，终于在此刻倾泻而下。大雨顺着窗户飘进了屋里，有些还沾到了我的皮肤上，很清凉。透过窗户的那一小方天地，我看到楼外的树林在大雨的摧折下挣扎，片片叶子被无情打落。沈剑清在看着我，秀美的脸上全是艳足。我斟酌了片刻，放下粥碗的同时，鼓足勇气说：沈剑清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把房门锁着？沈剑清眉梢一动，我接着说：我不会离开的，也离开不了。房门的所有或者没有，都无区别。我说完，直视着他的眼睛，表现出自己的真诚，心里却忐忑地等待着他的回复。呵，沈剑清意味不明地哼笑一声，却勾得我更加紧张。在我以为他会拒绝的时候，他却说：当然可以。我又惊又喜，不敢相信他这么轻易就会松口。我还以为会再费一番力气。沈剑清笑了笑，说：我当然愿意相信你，但是玉泽阿哥，你可要牢牢记住你说的话，千万别骗我。这场转入盛夏的雨，一下起来就淅淅沥沥，时断时续地浇了似，
5天，树林里的绿在大雨的洗涤下浸染成很深的墨绿，每一片叶子都吸满了水，空气很清新，呼吸一次，肺都很舒服，浑身的毛孔仿佛都张开了。我竟然有点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什么都不用想。沈建清果然遵守承诺，没有再锁着我。这几日我常常坐在吊脚楼的屋檐下，漫无目的又百无聊赖地看着林子发呆。沈建清最近却忙了起来，总是待在3楼的小房间里，就是安置着沈思源骨灰的那个房间，不知道在鼓捣些什么。每天出来的时候都是一副很疲惫的模样。前几天我还看到他拎着一个竹篓上楼去了，但从竹篓里我听到了蛇类的嘶嘶声。我没有询问他在做什么，反正我也乐得自在。唯一不好的是我的脚踝，虽然它已经痊愈，但或许是吊脚楼里本身潮气就重，这几天又下雨，之前摔伤的位置总是隐隐闷痛。此时我倚靠在吊脚楼的长廊下，听着潇潇雨声和树叶被雨水击打的声音，忽然想起了李商隐的诗：秋阴不散双飞晚，留得枯荷听雨声。我轻轻地念完，却听身后传来沈建清的声音：玉泽阿哥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转头一看，沈建清站在走廊的那头，长身玉立，他的手自然地垂着，但我却一眼就看到了他右手手背上贴着那只名叫红红的虫子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总感觉它比之前更红了，赤红的有些发亮，而它背上的纹路则更加清晰，也更加诡异妖冶。我听到雨声，忽然想到了很喜欢的一首诗。我说完就觉得自己多话。沈建清走上前来，红红顺着他的手背攀爬，很快就隐没在了他的衣袖之下。诗？什么是诗？沈建清眸子清亮如月，也像被下雨洗涤过一般。这个3言2语怎么解释得清？我无奈地解释说，就像是你们苗族的情歌一样，外面的世界也有很多这样流传下来的类似歌谣的东西。沈建清来了兴趣，搬了条凳在我身边坐下，很期待地说：你再念一次。他的脸上很快就沾湿了外面的水汽，纤长的睫毛上也挂着细小的水珠。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听得懂，但还是重复了一次：秋阴不散双飞晚，留得枯荷听雨声。沈建清默默地吸张嘴唇，说：什么意思？不像情歌啊，我都听不懂。你们外面的歌谣都这么难懂吗？这样可找不到老婆。我们的情歌很直接热情的，哈哈。我被他苦恼的神色逗得莫名发笑。沈建清现在的样子，简直就像个小学1年级的学生。哇，按照文化水平来说，他确实也没比小学生好到哪里去。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又暗自发笑。可被我这么取消，沈建清却并没有恼怒，反而侧着头轻声说：你笑了。玉泽阿哥，我好久没有看到你笑了。我猛地止住了笑意，这竟然是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相处的最愉悦的一天。嗨嗨，我干咳2声，转移话题。这句诗的意思就是，秋天阴云不散，池塘里的荷花枯萎，正好可以听雨打荷叶的声音。荷花？沈建清眼中茫然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荷花，它好看吗？山中物产有限，寨子里的人很多东西一辈子都不会见到，这个世界的样子也一辈子都不会见到。我忽然觉得他有些可怜，但这个念头生出来的一瞬间，就被我掐灭在心底。沈建清可怜，那被他留在这里的我，又何尝不可怜？我顿时兴致奄奄，只懒懒地应了一声：很好看，
外面还有很多好看的事物。我一说到外面2个字，沈建清眉头立时蹙起，不再多说。我们沉默着并肩坐在一起，看屋檐低语，看树叶起伏，看远山云雾。忽然，沈建清说：“你的脚是不是在发痛？”我心里一突，没想到他竟然看出来了。沈建清解释说：“你总不经意用掌心去捂它。”我记得以前寨子里很多人说过，骨伤之后受不得寒凉，容易发痛。我摇摇头，并不难受。与其回那个如牢笼一样的房间躺着，还不如在外面发呆。沈建清说：“我记得有种草药，可以治。”他话还没说完，突然前方从树林里传来一阵哒哒哒的急促的脚步踩水的声音。我们不约而同地看去，一把白色的伞从树林里转出来，伞下是一张秀美却惊慌的脸。那女孩儿走得近了，看到我，眼中流露出一瞬间的厌恶，随即挪开目光，对着沈建清说着苗语，神态很慌张。是那个女孩，我们第一次入寨子时见到的第一个小女孩，也是她去寨子里寻的人，所以我对她印象很深刻。沈建清听完她的话，人已经站了起来，藏青色的衣摆拂过我的脸侧，带起一阵酥麻。那小女孩儿说完，还上前来做事要拉沈建清，但却被沈建清躲开了。她回身对我说：“山里出了些事情，我要去看看，你在家里等我回来，别乱跑。”她最后那3个字压得很低，半是关心，半是威胁，目光锁在我脸上，要把我看穿似的。我也被这陡然紧张的气氛感染，不想去纠结他话里的暗示，无奈地说：“你快去吧，我不会乱跑的。”得了我的保证，沈建清立马又变了脸色，露出一副不舍脆弱的模样，好像刚刚威胁我的人不是他一样。他带上伞，1步3回头地与那小女孩儿走了，他们的身影迅速被树林吞没。想到刚才女孩慌张的神情和沈建清眉间的川字，我的心跳止不住的还在加速。奇怪，我是在担心沈建清吗？他有什么好值得我担心的？他如果死了……我叹了口气，不再深想下去。正在这时，一阵风刮过层层密林，扑到我面前，我不由拉紧了衣服，抵挡着潮湿的寒意。转过身的时候，余光却陡然瞥见在密林的另一个方向，正走来一个纤瘦的人影。我驻足看他，是婉莹。这场雨太大，就算打了伞，婉莹也是一身潮湿。她小跑着来到吊脚楼外，裙摆因为沾湿而略显沉重，形容颇为狼狈。她一边张望着，一边急促地说：“李玉泽，寨子外面出了些事情，我来给你送些驱虫的药草。”我一愣，驱虫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沈建清急匆匆地走了。婉莹踏上吊脚楼的台阶，磕磕巴巴地解释说：“山里危险，虫多，每隔几年容易出虫灾。我们寨子里苗人炼蛊，还可以驱虫。刚才我们发现蛊虫林出了新的头虫，对寨子危险。”我听得云里雾里，但大致有了猜测。山里湿气重，沼泽多，最容易滋生虫类。这些害虫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寨中人来说，肯定是大大的威胁。我以前就看到过很多森林毒虫杀伤人类的报道。这场连绵的下雨，无疑是为虫类的繁衍提供了绝佳的气候条件。我说，刚才沈建清跟着一个女孩子走了，急匆匆的，应该是去想应对的方法了。婉莹点点头，在寨子里，
练蛊最强的就是首领，因为炼化的蛊可以驱退那些可恨的虫子。沈剑清和阿青姑姑一样很厉害，难怪不得他年纪轻轻却能够成为下一任首领。原来是因为沈剑清能够为寨子带来庇护，所以之前那些苗民会敬畏地看他。我到现在才明白原因，想来这一支苗裔在这片深山中生存了几百年，早就研究出了与自然抗衡共存的方法，以虫治虫，只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驯服炼化虫子的。沈剑清的红红看起来就很乖，很通人性，虫子的脑只有那么大一点儿，连指甲盖都没有，要炼化虫子难如登天。我爷爷老了，不能再去蛊虫林，会在寨子里用他的蛊庇护我们。我想起你一个人，担心你，所以来送这个。婉莹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袋，约有一个手掌大小，因为长久的贴身放着，还带着婉莹身上的温度。你撒在屋子的角落，不用很多，虫子就不来。他半身都湿了，却把这个保存完好，我心里不免感动。你为什么？婉莹弯起眉眼，笑道：你就当我发好心吧，看到你，我就会想起沈思源阿奈。他一说沈思源，我的心里就像压着石头一样沉甸甸的。我顿了顿，说：你之前问我想不想离开，你是不是经历了上一次逃亡？我很清晰地明白，没有这里人的帮助，靠我自己是很难走出这片大山的。婉莹秀眉轻蹙，说：如果他对你不好，你想离开，我可以帮你想办法，但是不是现在。我知道他肯定要去应对寨子的危机，现在没精力顾得上我，但这已经足够让我感谢了。婉莹很快就转身，又匆匆地跑进了雨里。到了傍晚的时候，这场持续了多日的雨竟渐渐转小，最后停了下来。沈剑清在厨房留了食物，我草草填饱肚子，便回了房间。窗外雨打落叶的声音终于停止，四周变成了一种诡异的静谧，没有虫鸣鸟叫，没有蛙声阵阵，没有风吹树摇，什么都没有，是一种极致的安静，静到让我有些心慌，总感觉在暗处潜藏着什么。我按照婉莹的说法，把布袋里的草药撒了一些在房间的角落，这些草药都是晒干的，呈现青灰的颜色，用手一捻就是枯断的声音，实在是无事可做，我索性吹灭了蜡烛，准备睡觉。今天趁阿爸阿妈都在，我们就结婚吧。结婚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当然知道，我们今天就结婚，行不行？你知不知道结婚的含义是什么？你还这么年轻，这可不是小孩子做游戏。我一直以为我所做的一切已经足够说明我的心意了。李玉泽，我到死也不会放手的。到死也不会放手。就像你的母亲那样，到死也不让沈思源的骨灰入土为安吗？玉泽阿哥，我相信你对我的感情不是作假。是，我很感动。可感动是感动，爱是爱，结婚是结婚，结婚要双方你情我愿，情意相通才可以。你情我愿，
情意相同，所以你不愿意吗？我还没有准备好结婚，更没有准备好和一个男人结婚，怎么能不负责任的给他承诺呢？没关系，你今天不愿意也没关系的。是我没有考虑周到。今天没有仪式，没有炉生，甚至连糯米粑粑都没有准备，怎么可以草率的结婚呢？但是你要补偿我。啊？你要什么补偿？该不会有事？我想到了。你想到什么了？你先回房间等着，我马上过来。哦。我拿来了，看，是我的相机。我一直以为留在山洞里了，没想到还在。你落在山洞里的东西我都带回来了，替你保管着呢。你穿苗服很好看，我一直想留一张照片，可你之前脚伤了，拍照不方便。今天正好，祭拜了阿妈，你的脚也好了，你说是不是很有缘分？我当时就随口说了句有缘分，没想到你记到现在。你就说是不是很有缘分？是。你怎么把屋里的蜡烛都点上了？这样才能把你看清楚啊。李玉泽，你坐到床上去。这，去啊。哦。这么拍照不奇怪吗？再往右一点。这里吗？可以。好了。抬头，看着我。这样。很好。别那么紧张。腰放松。这样可以了吧？躺下来。啊？膝盖并拢。还要拍吗？这个角度真好看。别紧张，我不会真的坐你身上的。你别夹那么紧。干嘛用布条蒙我的眼睛？我的玉泽阿哥，你怎么能那么勾人啊？石姐姐，你干什么？住手！够了吧？还不够。头枕在胳膊上，布条拉着，手扶着床架，眼睛看着我，不抬起。一定要这样吗？双手抱膝，脸侧过来。
闭上眼睛。还没好吗？马上。现在好了。你看看，怎么样？哦，拍的不错。你都不怎么笑，我看外面那些人每次拍照片都是要笑的。哦，我拍照不爱笑。你不笑也很好看。哦，但是笑起来更好看。你干什么？于泽，阿哥，别靠那么近！不要！于泽阿哥，别说我不想听的。神经！别那么紧张，放松点。别这样！不要这样！不要这样！于泽阿哥，你还欠我一次。欠你一次！别抵赖啊，我们是公平交易的。等等，我没同意。不同意？你咬我？难道你不难受吗？不。李泽，我们来试试吧。怎么样？你难道是想？你要是想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不要，我答应我吧，于泽阿哥。我们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好不好？答应我吧，于泽阿哥。我不想。你上次肯定不舒服，你忘掉它，我们重新来一次。这次会不一样的，我给你保证。于泽阿哥，相信我，相信我。你看，你也是喜欢的，对吧？怎么会这样？他明明是男人呢。这里到我了。不，于泽阿哥，放松一点，别抗拒我，我会温柔的。不要！怎么样？现在是不是没有刚才那么难受了？石芊芊，你聋了？于泽阿哥，石芊芊，可以了，对吗？不是，石芊芊，你别！于泽阿哥，石芊芊，你怎么可以？李于泽，你石芊芊，好热呀！不要！李于泽，石芊芊，不疼吗？不，我说了，会让你舒服的。于泽阿哥，睁开眼睛，怎么可以？你看看我，他的
影子。玉子阿哥，玉子，你感觉到我了吗？你感觉到了吗？沈芊芊，我在。我是疯了吗？我居然在邀请他。玉子阿哥，好，这样可以吗？疯就疯吧。玉子阿哥，我爱你。沈芊芊，我好想也喜欢你。沈芊芊，你别。沈芊芊，沈芊芊，沈芊芊。沈芊芊什么时候走的？好像是天快亮的时候。没结婚就不能睡一起，还真是守规矩。哇，有点麻，但没有之前那次那么疼了。我的衣服也被换过了，他还真是。玉子阿哥，我爱你。你害羞个什么劲儿啊？玉子阿哥，这是我好早就起来熬的粥。谢谢。我和他现在算什么关系呢？昨天晚上已经不能算是。沈芊芊，怎么？你可不可以不要锁着房门？嗯，我不会乱跑的，也跑不了。房门上不上锁都没什么区别，对吧？哼，那算当然可以啊？真的？真的，我当然愿意相信你。但是玉子阿哥，你可要牢记你说过的话，千万别骗我。那天以后，沈芊芊果然没有再锁着我，但她却好像突然忙碌了起来。沈芊芊，你今天又要去3楼那个房间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我看你最近好像都很忙，每次进去一待就是一整天，出来的时候总是很累的样子。哦，玉子阿哥，你是在担心我吗？我就是随便问问。哼，你就是担心我。放心，我很快就出来。谁担心你？
雨后的空气真好啊。秋阴不散双飞晚，留得枯荷听雨声。玉子阿哥，你回来了？嗯。我看你今天在3楼没待多久，又急匆匆出门了，是林子里出什么事了吗？没什么。哦，不想说就算了。哼，乖。刚才红红好像钻到你袖子里去了。嗯，她好像比前几天更红了。是吗？对了，玉子阿哥，你刚才在说什么？哦，这2天不是下雨吗？就忽然想到了一首很喜欢的诗。什么是诗啊？这个3言2语也解释不清楚。就像是你们苗族的情歌一样，外面的世界也有很多这样流传下来的类似歌谣的东西。那你再念一次给我听。秋阴不散双飞晚，留得枯荷听雨声。留得枯荷听雨声，什么意思啊？我都听不懂，这不像情歌呀。你们外面的歌谣都这么难懂吗？这样可找不到老婆。我们的情歌都是很热烈、很直接的。你现在认真纠结的样子，简直像个小学生。你笑了，玉子阿哥，我就说你笑起来很好看嘛。这句诗的意思其实是秋天阴云不散，池塘里的荷花也枯萎了，正好可以听雨打荷叶的声音。荷花枯萎，雨打荷叶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荷花，它好看吗？荷花很好看啊，其实外面还有很多更好看的东西。不过外面，你的脚是不是在发痛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总是用掌心去捂它。我记得寨子里老人说过，骨伤之后受不得阴雨寒凉，旧伤容易发痛。其实还行，也没有那么难受。我多动动就好了。我记得有种草药可以治你的。叶姐姐，金龙打救！体农，怎么了？山里出了点事情，我要去看看。你在家里等我回来，别乱跑。你快去吧，我不会乱跑的。妈。哟，很少看到沈剑清露出这种表情。这次的事情应该很棘手吧？奇怪，我是在担心他吗？他有什么好值得我担心的？他如果死了，李雨泽，你真是……林玉泽啊！婉莹，林玉泽，寨子外面出了事情，我来给你送驱虫的草药。驱虫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山里虫多，每隔几年就会有虫灾。我们炼蛊可以驱虫，蛊虫林里出了新的头虫，对寨子危险。炼蛊驱虫，用蛊王克制头虫。沈剑清在寨子里炼蛊最强，和以前的大庆一样厉害。
怪不得他年纪轻轻就能成为下一任族长，原来是因为他的炼蛊能力可以为苗寨带来庇护。够老了，沈剑清的蛊不能再去蛊丛里，就是红红吧？他会再罩着你，用他的蛊庇护我们。沈剑清不在，你现在一个人，我担心你，所以送来这个。这个布包给我的。这里面的草药，你撒在屋子的角落，从此就不敢来了。你为什么要？你就当我发好心吧。看到你，我就会想起沈雪奶奶。这样啊？你之前问我想不想离开，那现在是不是可以？不行，我可以帮你离开，但不是现在。虫灾马上就要来了，林子里很危险。等虫灾过去，我再来找你。也好，那我再等等。我去果丛林里帮忙啦。啊，不包你的草药，记得撒在房间里。知道了，谢谢。布包里都是些晒干的草药。这味道闻起来跟沈剑清给我的香包完全不同。也不知道撒多少合适，算了，都撒了吧。搞定。天都已经黑了，沈剑清还没回来。还是先睡吧。